德国《时代报》今天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国事访问。我们来看看该报道以及随后的网友评论。习近平计划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前往莫斯科纪念战争结束80周年。普京表示，两国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俄罗斯战胜纳粹主义80周年的庆祝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此次正式国事访问将于5月7日至10日进行。习近平和普京还将签署中俄进一步合作的协议，目前并不清楚涉及哪些具体项目。巴西、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的国家元首也在嘉宾名单上。预计两国政府首脑会谈将集中讨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和全面伙伴关系，以及当前国际和地区议程上的问题。普京通过俄罗斯的电报平台宣布了这一消息，其中没有明确提及乌克兰战争。除习近平外，其他国家元首预计将出席5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次世界大战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巴西总统卢拉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以及斯洛伐克总理佐菲。对乌克兰战争停火存在分歧，普京宣布从5月8日至10日对乌克兰将停火3天，以纪念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然而，乌克兰认为这是一种欺骗，因此他坚持以全面停火30天为起点，以寻求更深远的解决方案，结束持续3年多的俄罗斯侵略战争。俄罗斯对此予以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法保证5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2战纪念活动上其他国家代表的安全。他向乌克兰国际文传电信社表示，我们无法对俄罗斯联邦领土上发生的事情负责。他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会自行实施纵火袭击、爆炸或类似行动，然后指责乌克兰。他继续说，乌克兰对其他国家的行为非常谨慎和尊重。好，各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评论，按时间先后来翻译。第一条评论：普京很可能实现他的目标，在击败乌克兰后，他将把目光瞄准波罗的海国家。由于特朗普的破坏性政策，他很可能会成功，这令人伤心。继续往下，中国可以从俄罗斯对其的依赖中获益，就像特朗普认为他可以从乌克兰和欧盟的软弱中获益一样。习近平和特朗普都看到了可乘之机，企图左右逢源，这两人大概都不会感到心痛。唯有我们欧洲人正经历着实力衰落的切肤之痛。再往下，所谓合作，说白了就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向中国祈求支援，因为世界上其他经济运转正常的国家没有一个愿意搭理我们。下一则，实际上他们正在庆祝欧洲从德国法西斯野蛮统治下解放出来。哪些获得解放的欧洲人会出席此次庆祝活动？继续往下，特朗普的对俄政策就此宣告失败。他的政策正使美国在俄中集团面前相形见绌。再往下，可当中国不被西方视为值得尊重的伙伴时，他又表现得诧异不解。实际上，当前形势对中国本是有利的。特朗普正在分裂西方世界，而中国本可以借此展现自己作为更可靠伙伴的形象。虽非民主国家，却愿意遵守国际规则。但当这位自封独裁者习近平搞出访问俄罗斯的如此闹剧时，这一切自然都成了泡影。下一则，两个战争贩子密谋勾当，欧洲究竟何时才能醒悟？好，朋友们，等一下，这位网友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用以下事实反驳道：中国上次发生战争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这种红色恐慌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在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之间，
中国显然是最热爱和平的一方，而稳居榜首的美国，其战绩短期内无人能及。美国要对当今数百万人的死亡和更多人的苦难负责。自1945年以来，美国就发动了13场非法侵略战争，在17个国家策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多数情况下用亲美血腥独裁者取而代之，实施了41起针对外国领导人的政治暗杀。这些数字肯定还不是全部的。在全球扶持右翼乃至法西斯政权，积极培育、训练并招募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恐怖势力，还曾支持伊斯兰国，绑架拷问无数无辜者，在本国民众身上进行非自愿人体试验。这个纯粹的殖民国家诞生于数百年前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和对黑人的奴役，如今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捍卫者，积极维护着对全球南方的剥削体系。美国在海外拥有800到1000个军事基地，这才是真正的新殖民主义世界帝国。而中国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只有区1个海外军事基地。好，接下来众多网友纷纷列出美国的恶劣行径，简直罄竹难书。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他说美国对以下国家发动过战争：中国、洪都拉斯、巴拿马、古巴、墨西哥、海地、尼加拉瓜、韩国、埃及、黎巴嫩、老挝、越南、柬埔寨、玻利维亚、约旦、萨瓦多、伊朗、伊拉克、索马里、苏丹、阿富汗、乌干达、也门、叙利亚。然后这位网友专门谈到了现在美国惯用的伎俩。美国的手段十分狡黠，不仅采取直接的军事侵略，想想对朝鲜、越南、格林纳达、南斯拉夫、伊拉克等侵略，更善于操控当地代理人。早些年多是美国培养的军人政变集团，如今则更多借助所谓非政府组织来策动颜色革命、政变颠覆、暗杀小队行动，以及针对政要和活动家的定点清出。这些行动往往还伴随着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政治制裁、贸易禁运以及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再往下，法西斯分子竟在庆祝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放，若有人在其国度敢点破这荒唐事实，恐怕就要锒铛入狱了。继续往下，这些所谓的和平鸽胜利者们，怕不是在谋划下一场战争了吧？容我提醒一句，俄罗斯在2战中的胜利可是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呢。再往下，中国、俄罗斯、美国、伊朗、朝鲜、匈牙利这群邪恶轴心正吱呀作响呢。下一则，让我们拭目以待，欧洲政客们对此作何回应？迄今为止，欧盟的愚蠢之举就是一边制裁俄罗斯，一边对中国加大投资。这已经蠢得不能再蠢了，可他们似乎总能突破下限。下一则，近日来，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了一波又一波的无人机袭击。既然如此，当莫斯科的军事设施也遭到无人机攻击时，普京法西斯统治下的俄罗斯可就没资格抱怨了。继续往下，习近平访问莫斯科4天，他很能忍受啊。特朗普不会高兴中国老板不与他谈判关税协议，习近平清楚地表明了对他的看法。再往下，那些以为中国对俄罗斯践踏联合国宪章、破坏欧洲战后秩序以及欧安组织等行径只是保持克制或不情愿反对的人，显然还没有认清现实。普京在乌克兰的胜利符合中国利益，这关乎霸权国家的重新崛起。普京所谓多极世界，而针对的正是民主体制。下次向中国下单汇款时，请务必牢记这一点。下一则，欧盟急需摆脱对华依赖。中国对官方认定的战犯，这里指俄罗斯的亲近态度，已在民主世界敲响警钟。
当务之急是全力推动欧洲各类产品，尤其是药品和通信技术设备产能提升，以使欧盟尽快实现摆脱对华依赖。再往下，过去80年来，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具备如此有利的条件。自美国自我标榜为独裁政权以来，至少能在表面上证明其所谓制度优越性是一种社会适配、崇尚和平的领导模式，甚至有机会谨慎地进行自我革新和改革。然而，这个机会却被浪费在最恶劣的独裁者朋友圈的锣鼓喧天与阅兵游行中。短短4天内，中国又一次对21世纪最恶劣的战犯进行友好访问，何其可悲，令人愤慨。下一则，习近平可能想探索如何让陷入困境的俄罗斯更加依赖他。继续往下，各位，这就是因果报应啊！我们特意加了引号，这些年来简直是在把俄罗斯和中国往一块儿逼。如今这两家联手形成的体量，你可以不喜欢，但必须认真对待。说的委婉点儿。再往下，中俄领导人若在海参崴，也就是弗拉迪乌斯托克会晤，恐怕将在中国国内引起巨大的民族主义风暴。因此，双方会晤地点必须选在更靠西的地区。下一则，助我之敌者，将以敌礼相待。为何企业仍持续在华投资？继续往下，莫斯科这场有国际参与的武器露天剧场，令人想起冷战时期兄弟般的亲吻与忠诚誓言。当年那些互相憎恨的独裁者们面前，是何等好战的喧嚣场面啊！然而幕后，中苏两大帝国却在阿莫河边境激战，自然是为了争夺领土。本质上，这种争夺至今仍在继续。习近平正在审视局势，毕竟穿越俄罗斯东部边境可能比穿越台湾海峡容易得多。再往下，或许有些人该清醒了，他们这几周还天真的以为能与中国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联手对抗特朗普的美国，殊不知习近平不过又是一个磨刀霍霍的对手，正盘算着从自由世界割走一块肥肉。而那个已被证实腐败的卢拉胜选后竟受到何等追捧，这点也值得某些人好好反思。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普京对习近平的殷勤接待，宛如在争取一场求职面试。而从某种角度看，事实正是如此。俄罗斯经济早已沦为中国的附庸，石油、天然气、武器，所有交易都被迫按照北京的条件贱卖。习近平心知肚明，并冷酷地加以利用。若有人认为这是平等同盟的雏形，那便是彻底误判了局势。普京正在用自主权换取关注度，以主权交易象征性的亲密关系，这不过是一场战略闹剧。当习近平运筹帷幄、长期布局资源保障与势力扩张时，普京却疲于应付一场又一场的政治作秀，既无长远规划，亦无权力前景。这绝非强者联盟，而是强权者的单方面支配。若有人将此视为新世界秩序的诞生，那便是未能理解其中极度不对称的实力关系。好，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德国人对俄罗斯及普京有一种天然的憎恨，不知是否因为2战德国被俄罗斯打败了，心有不甘。反正德国人整体都不喜欢普京。从刚才大家看到、听到的网友评论，可以自己得出结论。当然，德语区的人对中国及中国领导人也是满满的基于意识形态的恶意。是的，德国人的思维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基于意识形态。都什么年代了，还如此政治挂帅？不过，这就是如今的德国人。